我们现代人总是很忙碌，当我们正在记录某一篇笔记的时候，总会突然需要去开启另外一篇笔记。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很快速的让我们立即开启常用的笔记，那这样子日积月累下来，一定能够节省许多宝贵的时间。今天就介绍几个能够快速开启常用笔记的一个方法。如果观众们你们也有更好的方法的话，也请分享出来，能够跟大家讨论。我们今天我汇总了6种方法，我们逐一来做介绍。第一个呢，最简单的呢，就是使用我们侧边栏的最爱笔记。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使用 Recent Files 这个外挂。第三个呢，就是找一个特定的笔记，输入内部连结。那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把这个内部连结呢改成用按钮的形式。那第五个方法呢，是使用 Quick Add 来开启一个常用笔记的一个视窗，再去从常用笔记视窗里面去做选择。那第六个呢，就是在 Obsidian 的外部呢，使用 AutoHotkey， 不管你是不是在 Obsidian 里面操作，都能够直接在外部直接开启 Obsidian 的某一篇常用的笔记。那以下我们就逐一来介绍这6种方法。快速开启常用笔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只要使用了侧边栏，我们这边左边的侧边栏会有一个最爱标记这一个面板，那我们把我们需要经常要使用的笔记呢加到这个面板里面来，那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从这个面板直接再来开启。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一个 Data View 的这一个笔记，那我只要找到这个最爱标记这个面板，直接用 Control 跟 Click点下去，它就会立刻把我这一篇常用的笔记给开启起来。那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它目前这个最爱笔记呢，它只有一层的结构，它没有办法变成有类别跟笔记这两层或者是更多层的一个树状结构，然后同时它也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快速的过滤档名，因此当你的最爱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要从这里面去做挑选，就是会有一些麻烦。最爱笔记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它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搜寻条件也能够加入进来，变成是我的最爱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这个搜寻的条件是 CSS 片段，那我们在这个我的最爱里面呢，点击这一个右边这第二个按钮，就能够把这一个搜寻的选项也变成是我的最爱那这是使用这个最爱标记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快速开启常用笔记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使用 Recent Files 这一个外挂。虽然我们最近使用的笔记可能不是常用的笔记，但是常用的笔记呢，应该会有很高的比例会出现在你的常用的档案里面那这个外挂就是会在我们的左边侧边栏呢，增加了一个新的面板，这个面板里面会存放你最近所有开启过的一些笔记。那从这个笔记里面呢，我们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一个笔记，因此也可以很快的来开启它了比如说我现在要开启我的这个 Start Here 这一个笔记我就直接 Control Click 点击下去，我们这个笔记呢就会直接开启起来了那这个是第二个使用 Recent Files 这一个外挂。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独特的一个笔记。那这个笔记呢，我是把它称作是所谓的中枢笔记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它是一个 hub， 就是我在我笔记中间的一个枢纽，当做这样子的一个扮演这样子角色的一个笔记。那在这个笔记里面呢，我就可以放进去我很常用的一些服务，我常用的一些笔记，我都可以使用这一种内部连接的方法，把它写在我的这个 Hub 这个中枢笔记里面。那当我有需要开启我常用笔记的时候呢，我就把我这个笔记给开启起来。那这样子我就可以从这个笔记呢，再跳转到我常用的笔记里面去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击打开我这个 Start Here 这个笔记，那在这个笔记呢里面呢，我就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开启常用笔记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这个形式我已经改成了第四个方法，使用按钮的方法来呈现它了那我们后面再来讲这一个第四个方法。这边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再特别一提的就是我们这个常用的笔记的这一个中枢的笔记，因为我们经常要透过它来跳转嘛，我们也需要一个可以很快速开启这一个
笔记的一个方法。那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去安装一个外挂叫做 Hotkeys for Specific Files， 我们就可以针对特定的笔记呢设定一个快捷键给它。比如说我这边可能就设定了一个 Ctrl+Shift+H， 我点击了以后呢，它一样就会帮我把这个 Start Here 这个笔记给马上开启起来。那这样子我就不用再去用 Ctrl+O 去找到这个 Start Here， 或是从 Recent Files 里面去找到它，我只要直接按一个 Hotkey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还要另外装一个外挂有点麻烦的话，那我这边呢有提供了另外一个 Quick Add 的一个脚本，你只要把这个脚本呢做成剧集，然后也让它能够加入命令面板里面，再去指派一个快捷键给它。那透过这个脚本的功能Quick Add 的这个脚本功能，你也可以直接另外定义一个新的快捷键给它。比如说我这边定义的快捷键是 Ctrl+Alt 跟 H。那点击以后呢，我会直接开启一个新的面板，然后把我们指定好的这个首页直接就开启起来。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来到我提供的连结里面去找这一个脚本。第四个方法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中枢笔记从内部连结的形式把它改成是使用按钮像我右边这个按钮这样子的形式而已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使用内部连结的话，那它一定会是用列表的方法来呈现，那因此它就会是一个连结占了一行那这样子到时候它如果你的这个常用笔记有比较多的话，那它可能会占用的这个高度就会比较高，那你要从比较多的项目里面去选是比较麻烦的那我们如果使用按钮的话，我们就可以设定成是水平的方法来呈现因此你就可以用比较少的行数来容纳比较多的这些连结。那这个是使用按钮的方法。那使用按钮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去设定好它要连接的我们内部的笔记呢？我们是使用了 Advanced Obsidian URI 这一个外挂。那我们只要设定这样子的一个按钮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按钮你会需要button 这一个外挂。那这个外挂呢，我们就是一样要用程式码的写法来写它就是3个倒引号后面要加上 button 这个英文字，然后里面用 name 呢指定你要显示出来的文字比如说我这个是这个按钮是惊叹号 WS 网络服务的话，那就是它这个按钮上面要显示这一个字样，然后它的形式呢是连结所以 type 是用 link。这个 action 呢，就是我们要让它执行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就是直接使用这个 Advanced Obsidian URI， 在这个后面用 File Path 这一个参数指定好你的档名给它，这样子它就可以开启起来了然后因为我们是要在我们的中枢笔记里面来使用这个按钮，那我通常的做法会是把这些按钮呢放在一个独立的笔记里面那个笔记就是专门放按钮的比如说我这个按钮叫做惊叹号 button， 好，我们用 Control Click 把它给开启起来。那这个按钮就全部是我所有使用到的所有的按钮每一个按钮呢都会占一个设定的位置，然后后面因为我们要在我们的中枢笔记里面来用到这个按钮，所以我们这边要指定一个区块代码给这一个程式代码块那所以这边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倒 B 符号，然后后面呢你的这个按钮的 ID 一定要是 button dash 开头，然后后面这个名称就随便你定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要使用它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一个倒引号，然后里面就是放你的区块代码那这个倒 V 符号不用写我们就直接用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来使用它了。这样子写了以后就像我们在最右边的这个网络服务这一个笔记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写法，就是像这样子的写法就可以指定好我们刚刚荧幕上面显示的这一些按钮。那这个就是使用第4种用按钮的方法来做快速跳转的一个操作。快速开启常用笔记的第5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来撰写一个 Quick Add 的脚本，把这个脚本呢做成是 Quick Add 的一个剧集，然后呢赋予它一个快捷键。那这样子，当我们需要开启
常用笔记的时候呢，就直接点击这个快捷键，它就能够弹出一个视窗。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视窗里面呢，去开启我们需要开启的新的这个笔记出来哦。啊，比如说我点击了我这个 Start Here，它就直接就开启起来了哈。然后我这个 Hotkey 设定好以后呢，我们也是可以设成是2层的结构哦。比如说我的这个 Obsidian 笔记，我可以再选择下去，然后这个里面就有我很常用的 Obsidian 的一些笔记哦。比如说我要看一下 Obsidian 跟 Quick Add 相关的这个笔记，我就直接点击，我就会再开新的面板，再把它显示出来哦。那透过这个功能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去把我们自己常用的笔记呢整合成这样子的一个视窗，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来做开档的操作了哦。那这个原始码哦是有比较长了哦，那但有需要的朋友自己从我提供的连结里面自己来去做下载。稍微大概解释一下这个结构哦，如果你要自己去做修改的话，首先我们就是可以指定哦不同的类别哦，那每一个类别呢，它可以开启成是预览状态或者是编辑器状态哈，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Open Mode 这一个栏位哦来做设定哦。这个里面的每一个项目哦，它都是记录在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这个 Files Menu 这一个变数里面哈。那它是一个 JSON 的格式，那基本上它会有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名称，然后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再定义另外一个 JSON 的物件哈，在这个物件里面呢会有它的种类哦，然后它的开启的模式。然后这个开启的模式就是你是要开启成预览状态，还是开启在编辑器状态哈？所以我们不同的这个种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开启。然后呢，它下面如果还有第二层的话，你就是要去这个指定一个同样是一个 JSON 的物件哈，然后它的栏位哈，就是左边这个第一个呢是要显示出来的样子，然后右边冒号后面的这一个字串呢，就是你的笔记的档名。那只要这样子的结构，到时候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2层的一个树状结构，你就可以从这个清单里面来选择你要开启的项目哦。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Obsidian 哦，然后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在面板里面哈，我的视窗里面它显示出来的是这个名称。那当使用者选择了以后，会显示第二层。那第二层呢，就是下面有这7个常用笔记呢，你可以再挑选另外一个。然后当你点击了以后呢，它会用这个 source 的方法哈，这个 open mode 用编辑器的方法直接来把它开启起来。那这个是2层的结构是这样子。那如果你只有一层的话哈，比如说你的 Start Here 哈，你的首页，因为只有一层，我不需要第二层，它直接就是自己就是这一个笔记了哈，那就是直接把这个笔记的名称写在这个 Category 这一个栏位里面啊。那我的每日笔记呢，我们在上面定义了一个变数，它会自动去取得今天的时间，所以就是这一个哈。它就会用 YYY-MM-DD 底线 DDD 这样子的形式来把今天的笔记本日笔记给直接打开。那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一个 Quick Add 的脚本select 底线 file 点 js 它基本的资料结构是这样子。然后程式大概就是程式就是很简单的啦就是透过 Open Menu 呢把这个视窗开启起来，然后最后就是根据使用者挑选到的这个笔记档名呢，从我们的储存库里面把这一篇档名给找到以后呢，就用 Open File 把它给开启起来。所以这一个功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有需要改写的朋友记得去我提供的链接自己去下载。快速开启常用笔记的第6个方法也就是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直接使用外部的工具。那我在这边是直接使用 AutoHotkey 来撰写。那这边就只是一个小范例啦，因为我们平常这样子操作其实不太实用因为它就是弹出一个视窗，然后让你输入一个你笔记的档名，然后就直接透过Advanced Obsidian URI 就是这一个，直接把透过这个 File Path 指定的这个档名给直接开启起来那因为我们的档案太多了，我们不太可能这样子记得每一个档名，所以这个 AutoHotkey 的程式事实上是需要做一些修改的应该是要能够可以出现一个选单，让使用者来选择就像我们的这个选单一样让使用者选择到某一个档案以后，再把这个档案给打开不过这个就是做一个
概念的示范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外部来哈，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设定好的 hotkey，然后再输入你的档名哈。比如说我要把清单号 buttons 这一个笔记给开启起来，那输入完以后点击 OK，它就会直接跳回 Obsidian，并且帮我们把这个指定的档案给开启起来。哦，那这个就是使用外部的档案的一个方法。好，那今天就很快速的介绍了这6种方法。那我个人是会使用这个第5个用 Quick Add 的这一个功能的，因为这个我可以把自己很常用的功能都组织起来，也可以开启视窗，那操作上会比较方便。好，就介绍这6个方法，大家有更好的方法也请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